Hello，大家好。现在呢，看到画面上有一个线条一直在变化。那现在你要做的事情其实还蛮有趣的。你现在就看到这个线条一直在变化，然后如果你觉得它变化到哪一个阶段的时候，是你会想要暂停的时候，你就赶快按下暂停键。因为其实你们有时候占卜的时候，不是都会觉得，想要快一点看到你们选的那个选项嘛？所以时间轴呢，今天要做的就是时间轴的占卜。现在呢，你只要看到这个画面中在移动的这个线条，你就随着它的移动呢，你就去感觉你有哪一个瞬间是你觉得最有感觉的，然后呢，你就赶快按下暂停键。然后你按下暂停键之后呢，记得一下你选的那个时间的秒数的尾数。假设你按下暂停键的时候，你的秒数的尾数是13，那么代表你这一次选到的就是13的3，就是选到的数字。假设你按下暂停的时候，你的秒数是59，那尾数就是9，是你这一次选到的数字。那所以刚刚看完这个画笔它在移动的过程的时候，你觉得哪一个瞬间最让你有感觉或吸引到你？所以你有按下了暂停之后，要注意看一下那个描述的个位数数字是多少，因为现在要从0，然后就讲到9。今天要测的题目就是你会孩子气吗？你是孩子气的人吗？所以呢，我们要从0开始。假设你选到你时间轴的数字是0，个位数字是0，代表其实你不是一个孩子气的人，你是刚刚从一个孩子气的人变成不孩子气的人。那所以这样是好还是不好呢？因为现在你其实因为少了一点孩子气，所以对于很多事情你就不再那么好奇了，也不会像之前一样那么兴奋，就是可能有新的事情就会很兴奋，或者是要出去出个差你也会很兴奋，或者是单纯跟老朋友聚一聚你也觉得好开心可是现在不知道是你遭遇到什么事情，导致你现在的孩子气呢非常的少，你几乎是很难去像以前一样那么兴奋，那么觉得开心，甚至可能真的是参与一个很特殊的活动，或学习一些新的东西，然后或者是去没有去过的地方，都很难再像以前一样那么吸引你注意，跟刺激你有那种想要靠近跟理解的那个心。所以其实现在你一点都不孩子气。如果你出现的描述的个位数字是1的话，代表你呢不孩子气，而且你非常的清楚这个社会是怎么运作的，然后家族里面的关系跟错综复杂没有浮上台面的那些事情，其实你都知道。那原因是因为其实你成长的背景算是还可以，就是跟一般同年龄人比起来算是还可以还不错，所以有时候一般人会觉得你好像有一种特殊的气质，或者是觉得你的想法跟一般人不一样，所以他们会好奇，对你感到好奇。那其实会有这样的原因，是因为你的成长背景呢里面，你就已经看了很多关于人性的，然后说出来跟没有说出来的那些神韵啊，跟表情，还有他们怎么样去操作跟完成一件事情的手法。
其实这些对你都有一些影响，所以因为你非常清楚这一块，所以导致你对于人的情感跟情绪的连接，还有就是像有的人他很容易就是跟很多人不一样的陌生人做好朋友，或者是认识这样，很容易打开他的人际关系。可是对于你而言，这个也并不难，但是你会觉得对于人在应对的时候，到底是真心的，还是说只是单纯的要合作，还是什么关系，所以才会讲话这一块，你一直抱持着一种问号，就是到底跟人的分寸拿捏，要拿到多少算是刚好，然后要做到多少算是合理。所以与其说还不孩子气，不如说你已经看太多关于人性的善跟恶，还有人性在应对的方面。如果你出现的描述是2的话，代表你呢孩子气，你是孩子气的，但是你的孩子气是人来疯的孩子气，你是朋友一聚会一多，然后有大家都在场，然后不会只有你一个人的时候，你就变得很孩子气，因为你觉得这个是你最放松的时刻，就是大家都是认识的好朋友，然后就是也是蛮开心，然后玩的也很疯这样，所以这个时候你是最孩子气的。那如果说只有你一个人的时候，其实你看起来就跟一般人差不多，因为你没有人来疯的那一块，你就是会比较冷静。可是，一旦那个场所让你觉得很有安全感，然后你又可以找到自己的舞台，然后跟朋友又很开心的时候，你就会变得很孩子气。如果说你描述的数字是3的话，代表你超级孩子气的，就是孩子气这个根本就不算是一个名词，在你身上就是你的代表的意义，因为你的孩子气源自于你相信人，你也相信这个世界始终是会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然后你也相信你想要做什么事情，它一定就算别人都觉得不看好，你也觉得它会成功。你有一种无比坚强的信心，跟相信这个宇宙对你一定永远都是好的这种不知道是源自于何处的信心，可是它是一个非常支撑你整个生命的信念的一个，应该算是支撑你信念的一个基石，它会让你一直保持着一种我愿意相信这个世界，我虽然前面好像看起来有危险，但是我知道，但是我还是要前进。所以那个看起来别人觉得很傻，然后很不可思议的那种冲劲，其实在你自己而言，你清楚，就是你很清楚知道这一切呢，不管你做或不做，或者是面对不面对，终究事情还是会在那里。所以你与其去逃避，你宁愿去选择去面对，所以你就会一股劲的去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或者是一股劲的去做一些大家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比如说你想要骑脚踏车去环美国一圈，那可是一般人会觉得你还好吗？你怎么了？怎么会有这种想法？可是对于你自己而言，你是认真的，你是认真的想要做这件事情，那你单纯的想法就是我想要做，就好像登山的人常常有句话就是说为什么要登山，因为山在那里这句话一样，因为就是你想要去做，所以你就是会去做。那接下来如果你的描述的个位数字是4的话，代表其实你很多时候其实是孩子气，但是你的孩子气是隐藏在竞争的时候，平常的时候你跟人讲话或者是在讨论事情都看不出来，可是一旦有一个竞争的动机或者是原因的时候，比如说这次是一个比赛，这次是不一样区域的人要竞赛，或者是不管它是哪一种竞赛，不管是演讲比赛啊，或者是报告比赛啊，或者是合作比赛，或者是活动的一种比赛，或者是政府机关的一些比赛都可以，就是只要是牵扯到比赛跟竞赛的时候，就会激发你孩子气的那个心，而且那个小朋友的年龄算是比较轻的，真的非常轻，就是你会变成真的像小朋友一样，就是不顾一切就是想要赢。那如果回过头来，你有时候静下来问说这个胜利有那么重要吗？其实你也答不出一个所以然，但是你就是只要遇到竞赛就会变小朋友，你就是孩子气就会跑出来。或者说你的描述个位数字是5，代表其实你不孩子气，然后很多时候其实你还在处理一些问题，那些问题是以前你留下来，然后觉得先暂时不要理会，先不要管的问题。可是这个问题是你不管也没事，别人看起来没事，但是你自己知道那些事情都会导致现在你的生活受到影响。比如说你以前可能曾经有
觉得很难过一件事，可能是你的宠物死掉了，但是那个宠物跟你感情非常好，你只要下班下课就是会跟它玩，然后会跟它相处，然后它也很懂你，所以你跟它的感情已经超越一般人以为是在养宠物，其实你跟它像家人。那这种痛有时候它离开人间的这种痛，你会一直遗留在心里面，就算之后可能还是有养其他宠物或没有养，你就是会记得它，但是这个很难跨过对于你而言。那如果你的孩子气之所以会现在没有什么孩子气，是因为那个有些其他的伤痛还在你心里面。那其实如果你把这些伤痛可以跨过去的话，基本上你的单纯跟孩子气的那一面会回来。但是目前呢，你现在有要处理那一块，但是那一块需要一点契机，就是可能刚好有人提到说，之前你那个一起就是有养的那个宠物啊，怎么没看到？就是要是有人提起的时候，你就会可以趁着那个机会去处理一下之前你心里面的那一块伤痛。如果说你出现的描述的个位数字是6的话，代表呢你是一个孩子气的人。那你的孩子气会在恋爱或者是暧昧的时候跑出来，就是当你在暧昧或者喜欢一个人，或者是有恋爱的时候，你就是会变得很多疑，会有一种猜忌跟怀疑，然后想要占有对方，然后想要跟对方玩，然后玩的方式又很幼稚，就是比如说今天你找不到他，你隔天整个礼拜干脆人间蒸发，就是讯息也不回，然后什么都不见，然后其实对方只是刚好手机送修忘记跟你讲，然后想说修完再直接回你就好，可是你就会觉得他一定是针对你，就是特别的针对你，不理你，或者做什么亏心事不让你发现，所以就干脆不回你。就是你会去想说对方是不是做了一些对不起你的事情，所以才有这个举动。可是有时候事情很单纯，就只是一个忘记，或者是刚好有一些意外发生，所以你的孩子气会在于关于恋爱跟一种人际关系情感上有应对或互动的时候会跑出来。接下来如果你按暂停的时候，你的描述数字呢，个位数字是7的话代表你孩子气，但是你的孩子气是在戏剧张力觉得自己受到伤害的时候，比如说像有的小朋友小时候跌倒，他是不是就会在地上哭的好像被石头打到啊，然后被球砸到头啊，或者是好像有破皮流血，可是其实都没有，他纯粹坐在地上哭是为了要让你知道他真的很难过很可怜，全世界怎么会有他这样跌在地上呢？不是应该要走路走得好好的吗？就是这么夸张，他只是想让你知道说他现在受伤很难过。所以你的孩子气是当你受到一件事情不公平的对待，跟别人伤害你，然后你觉得那个不合理，怎么会是你受到这种伤害的时候，你的孩子气就会跑出来，你就会想要吸引大家注意说那边有坏人在攻击我，所以你就会现在以前小时候小朋友是用哭闹嘛，那长大成人就会用另外一种方式，比如说到处跟朋友讲，然后到处跟同事告状，然后到处跟其他认识不认识的人到处一直说到最后就是整个周遭那个环境的人都会知道这件事。那这件事情到底真的还是假的，或者是你只是纯粹误会对方，有可能，但是事情的真假已经不重要，你的重要的目的是你要让大家你在周遭的生活中的每个人都知道你受到不公平的对待，这件事情对于你而言，你的心情会比较受到平复，所以你的孩子气会是在受到不公平对待的时候跑出来。如果说你的个位数的描述数字是8的话，你呢是一个孩子气的人，但是你的孩子气是在选东西的时候，或者是不知道自己要什么的东西的时候跑出来。就是有时候小朋友他们在挑东西，或者是在想一个事情的时候，拿一个玩具的时候，他其实未必是真的想要那个玩具，他只是因为觉得那个玩具没有玩过，所以他会在那么多琳琅满目的东西里面挑，是因为他想要挑一个就是目前为止他想要的。可是如果你让他玩一阵子，他玩腻了之后，他过没有多久，你让他再去挑，他就会挑另外一个不一样的。所以你的孩子气有点像是当你不知道你自己现在想要什么，比如说你现在看到有点像是选择，有人会说是选择障碍，就是看到饮料店有100种不一样的饮料，你就会挑很久，因为原本可能有的饮料店只有20种，所以你就可以挑你常喝的那几种，看有没有，有的话你就直接点了。可是如果当你的选择多到无法负荷的时候，
比如说100杯、100种、200种这种太多的时候，你就会宕机，你就会有选择障碍，你就会回到像小朋友时候的那个状态，看到太多的玩具都看起来很好玩，然后看到现在变成看到太多饮料看起来好像都还蛮特别的，你就不知道要选哪一个，就会变成选择障碍跑出来。那除了选择太多，像生活中那种小事情之外，当人生遇到太多选择的时候，你也是有时候也是会宕机。比如说，现在可能公司觉得你表现还不错，要让你升官，可是你这时候又有另外一个选择，是可能家族里面有人觉得那个家族企业想要有人接棒，就问你要不要接。然后同时，你的同事问你以前的同事跟同学问说：“我们现在要不要来合伙开一间店？”当你有选择太多的时候，你就是会宕机。那宕机的时候，你就是会呈现怎么办？我看起来每个都还不错，看起来每个都如果去做看看，好像也不错就是不知道要放弃或者不要放弃比较好。这时候你的选择障碍就会跑出来。所以，如果当你有困惑的时候，建议静下来问一下，到底什么样是你真正你想要的。接下来，如果你是选到秒数的个位数字是9，最后一个代表，其实你不孩子气，你很看得懂这个世界，或者是你生活周遭发生的这任何小事情、大事情，它终究会有一个结束。不管它是用多么荒唐的方式或合理的方式开始的，它终究会结束。比如说，你看到可能你在你身边的人，可能有些人他们好像每天都很认真在工作，可是他工作的量其实超过他的负荷，所以超过他健康的负荷，其实他身体受不了。但是他为了想要证明自己很厉害，或者是想要竞争的话，他会付出他不能负荷的那一个体力，继续每天持续做。但是其实你很清楚说，那么做下去，他的身体有点垮了的时候，他什么都没有，甚至他还要赔更多，因为他要赔出原本他亏待他自己身体的那个医药费去补回来，那这样子最后是得不偿失，他还损失。所以其实像这种事情，不管小事情大事情，你都看得很清楚，你知道事情有开始就有结束。那你还不孩子气，你之所以不孩子气的原因是因为你看得太清楚，你知道现在在那边哭哭闹闹的，或者是做一些不是很重要的事情，那以后其实你自己还要去收尾，更麻烦。所以当你想得太透彻太清楚的时候，你就没办法孩子气，因为孩子气有时候不一定是看不清楚，而是当下的时候你可以融入那个气氛，然后可以真实的表达自己。可是虽然你也懂得自己有时候也是有情绪的人，但是因为你看得太清楚，所以某些时候你会干脆就不表态，或者是不作为，然后去让事情可以变得比较简单。那也不能说这样是好还是不好，只能说有时候可以试着放松一点，不用太让人家觉得好像其实你没有想法，或者是没有太大的反应，可是其实你是有想法的，只是你会觉得说这种话好像太沉重，但是别人也许听了会觉得很受用，也说不定，就很难说。所以适当的放松其实会对你自己也比较好。那今天就是跟大家一起测的就是是不是一个孩子气的人，希望大家会喜欢咯。